Hello，大家好，我謝飛 Daniel 啊。今年年初咧，我去咗呢個南美同南極啦。咁有啲人問我去南美係咪一個好危險嘅地方？自己去得唔得啊？咁樣。咁今日呢條片咧，我想同大家分享翻我去南美嘅一啲嘅經驗啦，同埋一啲嘅旅遊 tips 俾大家。其實我去南美都去過幾次啦，只要大家咧係提高警覺啦，大部分咧地方咧都相對嚟講喺旅遊區咧都係安全嘅。咁而南美咧亦都相當之有佢獨特嘅文化啦，只要玩得醒目同埋小心咧，咁大家就可以享受呢個南美旅遊嗰種嘅樂趣啦。第一個咧講下簽證先啦。去南美咧，如果持加拿大護照咧，大部分國家咧都係唔需要簽證嘅，免簽證大概可以留30日到90日不等，咁視乎唔同嘅國家啦。咁今次我去咗阿根廷啦、秘魯啦、烏拉圭啦、巴西啦，同埋呢個玻利維亞啦。經過呢個哥倫比亞翻咗加拿大啦。基本上咧，大部分呢啲國家咧都可以停留大概有成90日嘅時間啦，個旅遊簽證係唔需要簽嘅。但係而香港特區護照咧，大家可以 check 下香港嗰個嘅人民入境事務處啦。咁基本上我睇過咧，香港特區護照咧都係唔需要簽證嘅。我最近知道就係玻利維亞啦，都係俾香港特區護照咧係有免簽證有30日嘅時間。第二樣講下個交通啦。咁去南美咧，基本上咧都係要喺無論喺加拿大啦或者香港啦，入南美都要坐飛機啦。比較方便嘅咧，我會建議咧就因為我喺加拿大住啦，所以由加拿大喺多倫多有直航機咧，就去到呢個嘅巴西啦、阿根廷啦或者係秘魯呢啲地方啦。咁如果喺香港過嚟嘅時候咧，咁有啲人會經即係北美啦，可能係經呢個加拿大或者係美國啦。咁我建議加拿大會比較方便啲啦，可能喺香港坐加航去到多倫多啦，咁多倫多再轉佢嘅直航機就落到去南美，譬如阿根廷或者係巴西咁樣，咁亦都係比較方便嘅。咁轉一程機啦，咁當然機程咧都係相當之長啦，咁大家要預時間啦。咁至於落咗機之後，咁當地嘅交通咧，咁因為譬如巴西、阿根廷啦、智利好多地方嗰個嘅即係國土咧都比較大啦。有啲城市同城市之間咧，可能坐飛機會比較快啲啦，但係有啲地方咧亦都係可以坐啲長途巴士嘅。咁所以要視乎大家去咩地方啦。咁譬如阿根廷嘅首都啦，布宜諾斯艾利斯啦，或者係巴西嘅熱內盧啦，或者係呢個嘅秘魯嘅利馬啦。咁喺大城市嗰邊嚟講咧，基本上咧巴士咧都係一個主要嘅交通工具啦。咁除非你去其他嘅城市啦，咁咧就大家可以係用飛機去接駁啦。咁我建議如果落咗機之後咧，大家第一次去到南美咧，我建議可以喺事前去之前咧喺網上咧訂咗你一啲嘅去酒店嗰啲嘅交通啦。譬如話可能你訂咗一啲嘅的士啦，或者係接你嘅專車啦。如果喺網上訂唔到呢啲嘅接送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喺你所訂嘅酒店咧，叫酒店幫你叫車，咁免咗咧你入到去嗰個機場出去揾車嘅時候，啲的士咧，因為南美始終都係比較即係兜路或者講價又成就變好煩啊。我建議大家咧第一程咧都係盡量咧係安排好呢個交通去酒店。咁如果真係安排唔到嘅話咧，其實有啲機場咧喺裏邊咧有啲嘅交通嗰啲嘅接送服務嘅，咁你可以機場裏邊咧就揾嗰啲嘅的士公司或者係嗰啲嘅汽車服務公司咧就幫你叫車，然後去到酒店度就相對嚟講比較安全。至於換錢方面啦，咁南美基本上咧個幣值都好唔穩定嘅，我會建議大家帶美金啦。因為美金嚟講咧喺當地咧就係比較好用，特別喺最近即係呢一年啦，阿根廷個幣值咧不斷咁樣貶值所以咧你帶美金去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每日你都好似有機會去賺錢咁樣。我上次落去嘅時候咧，每日個匯率咧都唔同嘅，每日都升嘅，所以咧就即係你每日都多咗少少錢用咁樣咯。
喺玻利維亞咧就好特別啦，因為佢哋可能會限制管制外匯啦。美金咧同埋外幣咧喺當地咧係好唔流通嘅，所以你去到咧一定要換當地錢。譬如你買呢個吊車飛啦，或者係坐的士啦，或者酒店找數啊等等啦，好多地方咧都唔收一個嘅外幣嘅，或者係信用卡嘅。咁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啦。咁至於住喺當地邊度嘅酒店最好咧？咁基本上喺大城市嚟講咧，我會建議大家住翻喺市中心嘅酒店啦，因為咧市中心咧始終嚟講咧係遊客旺區啦，工商業比較旺嘅地方啦，唔好因為貪平住遠少少啦，或者住一啲遠少少嘅 Airbnb 啊咁樣，因為咧你喺南美咧你翻酒店，譬如玩完之後咧夜咧打車啦、叫車啦，有時咧即係啲司機咧會兜路啦，或者又要同你講價啦，咁變咗相對嚟講咧會比較冇咁安全啦。咁我諗建議大家都係住翻喺市中心嗰啲嘅旅遊區嘅酒店會比較好啲啦，譬如近車站啊，或者近旅遊點啊咁樣啦。咁至於話究竟住酒店幾多星最好呢？咁我會建議就係話大家嘅標準呢，就係你唔可以當佢哋譬如4星級、5星級酒店呢，就等於譬如可能係泰國啊或者東南亞嗰啲嘅5星級或者係北美5星級酒店啦。因為當地咧嘅4、5星級酒店咧，其實你可以減翻一粒星就差唔多啦，即係4星可能當3星啦，5星就當4星啊。咁個設備各方面咧，即係質素咧係乾淨就 OK 啦。咁但係嗰個嘅服務各方面嚟講咧，始終都係爭少少嘅。咁所以大家一樣要留意啦。咁喺當地旅遊究竟點安排好咧？我會建議有啲大城市咧，佢有啲嘅 Hop on Hop off 巴士咧，就可以買一個1日嘅 pass 咧，就可以去晒基本上嘅主要嘅城市嘅旅遊點啦。如果你係去一啲比較離開大城市嘅一啲嘅旅遊點嘅話咧，咁大家可以跟佢當地一啲嘅 local tour 啦、本地團啦，咁然後咧就可以譬如1日或者係2日嘅時間啦，可以 join 佢哋嗰啲團去出發。譬如好似喺利馬啦，你可以係跟佢啲團咧去呢個嘅 Cusco 啦，或者係去呢一個嘅Machu Picchu 啦咁樣，咁可以喺當地安排嘅，咁可以玩2日3日都冇問題。咁至於當地嘅治安情況點咧？咁南美基本上大部分嘅國家主要嘅首都咧，個治安想象之中咧，我覺得係今年落去咧係比以往咧係有進步嘅，係好咗好多嘅。特別我今次喺秘魯利馬啦，我去咗個唐人街啦。以往去唐人街咧就係真係龍蛇混雜嘅。咁我曾經有條片都介紹過呢個地方啦。咁今次去落去咧話相當之乾淨喎，同埋人山人海啦，就好多遊客啦，同埋本地人咧都會落去飲茶啊、買購物啊，或者係行街啊咁樣。咁同埋佢當地咧好多一啲旅遊警察啦，或者有啲嘅保安人員咧係喺當中維持秩序啦，同埋睇下有冇小偷啊、扒手啊咁樣。咁相對嚟講係比較安全。而阿根廷我亦都落到去嗰個嘅唐人街啦，佢而家好似變咗個國際村咁樣。咁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條片啦。咁當地嗰個環境咧好似一個即係美食天堂咁樣啊，周圍都有少少似喺泰國嗰啲嘅即係購物街、食肆街咁樣，都係非常之熱鬧嘅，吸引好多唔同，除咗係華人之外咧，亦都當地人啦，同埋遊客咧落去下邊即係旅遊同埋打卡去揾嘢食。喺阿根廷咧，但係要提一提咧，就係因為今年咧嗰個嘅阿根廷個經濟咧，特別嗰個即係佢新總統啦上咗場之後咧，個幣值一路跌啊，咁所以好多阿根廷人咧個經濟咧都係麻麻地啦。所以咧，好多人咧係冇工做啦，或者係佢哋啲錢咧越嚟越貶值，即係可能係有啲即係破產啊，或者等等。咁所以你見到喺街上邊咧，有啲人係瞓咗喺街嗰啲路度啦，亦都有啲人走嚟問你攞錢啊，咁留意啦，同埋盡量夜晚啦就唔好出夜街啦嚇。咁喺南美好多一啲嘅街頭嘅美食啊，或者小吃啊，咁不妨都可以嘗試一下。但係要留意下你個即係水土究竟得唔得啦？
有啲人咧就算喺4、5星級酒店咧食佢哋嘅沙律咧，因為佢啲沙律可能用佢啲水游水去沖洗啦，咁可能佢都會有啲嘅敏感或者會有肚屙嘅情況啦。咁我建議就係，如果大家係個水土唔係即係咁好嘅話咧，大家不妨可以飲樽裝嘅礦泉水啦，或者樽裝嘅果汁啦。咁或者係咧就到時咧就係煲熱水啦。咁呢個咧就係比較嚟講咧係安全少少啦。到阿根廷咧，大家可以一定要試下佢當地嘅牛扒啦，因為阿根廷牛扒好出名啦，又平又靚，10零蚊美金已經有一個相當之豐富嘅一個牛扒餐啦。咁亦都可以試下佢哋嘅出名嘅血腸啦，或者唔同嘅香腸啊咁樣。呢個咧亦都係喺阿根廷啦，或者係烏拉圭啦，佢哋嘅特色嘅一啲 BBQ 嚟嘅，大家不妨要試下啦。呢啲就係我南美嘅一啲嘅旅遊嘅個人分享啦。之後咧今個月咧我會飛翻亞洲啦，會喺亞洲有一段時間啦，同埋去土耳其繼續會分享我一啲嘅旅遊嘅情報啦，同埋當地旅遊一啲嘅注意事項同埋 tips。喜歡我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我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條片。繼續 follow 我嘅頻道啦，下條片再見，拜拜。